长城是什么？长城不就是砖码的长点，码的多点吗？这有什么可稀奇的？过去我们是把砖码的长点，现在呢，我们是把人码的多点。自从2008年之后，每一届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都要被拿出来再炒一遍，说什么气势恢宏啊，无法超越啊，各种溢美之词。就连美国的 NBC 的主持人也是这么说的，说北京的奥运会是他播报生涯当中最震撼也最无法超越的一届奥运会。那么问题来了，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真的有那么牛逼吗？它到底牛逼在哪里？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2001年的7月13号，中国首次申奥成功。其实在此之前呢，中国还申请过一次，是在1993年，我们是申请2000年的奥运会，可是后来以2票之差输给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几年之后的1998年，中国再次向国际奥委会发起申请2008年的奥运会主办权。这一次呢，大获成功。在2001年的7月13日晚上10点钟，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全世界宣布，北京将成为2008年的奥运会主办城市。萨马兰奇老先生只是轻轻说了一声北京，整个中国都因此沸腾了。以上这段内容是我查的资料，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小，对于申请奥运会成功这个事情并没有太多的记忆，只是记得有2个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呢，就是中国申奥成功之后，每一个中国小孩好像都多了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奥运冠军，尤其是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奥运冠军。第2个事儿呢，就是萨马兰奇这个老先生成了斯图雷登和白求恩之后又一个被中国人所熟知的外国人。01年申奥成功，一直到08年，这7年时间，据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7年，也是中国飞速发展的7年。但是作为一个学生和小孩子来说，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上网的网费从5毛钱1小时涨到了2块钱1小时。直到2008年这一年，我好像突然从过去的那种浑浑噩噩的不记事儿的日子里头长大了，突然间就记事儿了。因为在08年的5月12号的中午，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当天就死了13个人。接下来的1个月，因为不断发生余震，学校被迫放假，我跟我的家人在公园里面睡了1个月。当然，在公园住的这段时间，每天是不可以回家的，因为你上楼就会有危险。但是我们孩子还是会偷偷的跑回家去打开电视，因为电视上会放汶川地震有关的救灾新闻，还有我们特别喜欢的关于北京奥运会的一些节目。好，时间快进到2008年的8月8号，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8月8号那天晚上，张艺谋所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在北京的鸟巢拉开帷幕。众所周知的《击否儿歌》、历史卷轴和活字印刷，一场场节目在那天晚上挨个封神。我记得在2008年那个年月，所有中国人还是比较流行看电视的，奥运会所上演的这些节目也都是我们普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活字印刷是4大发明之一，历史卷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的书法国画的作品，《击否儿歌》呢，直接又把我们拉回到了相对比较久远的历史里面，帮我们去回忆这个民族曾经非常伟大的传统文化。也是在那天晚上，所有中国人的自信再一次被建立。直到今天，这一系列的节目也还被人津津乐道。每一次奥运会结束之后，都要拿出来跟所有人去比一下，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宏大，什么叫做浩瀚。就包括当初的那个和平的主题，也被淹没在了这些宏伟的节目当中。不对呀，说的不对呀。北京奥运会有2个绕不过去的核心元素，分别是孩子和和平。因为这2个元素是全世界都喜欢的内容，可是张艺谋的孩子却有2个，一个负责歌唱，一个负责对口型。这就是传说中的北京奥运会假唱的事件。站在前台的这个林妙可小朋友，因为五官长得比较俊俏，所以被张艺谋推到了前台。更有趣的是呢，这2个孩子在临上场之前，谁上场呢又不知道。而这个林妙可呢就更有意思，他上场之后一直以为自己是真唱，实际上呢他一直不知道那个声音就是提前录好的，而且还是另一个小姑娘唱的。他们既骗了孩子也骗了观众。后来有记者针对假唱的事情去采访张艺谋，他的回答是：我们为了呈现一个完美的开幕式演出，完美主义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好像张艺谋的这个做法以及他所惧怕的事情，变成了后来的我们的民族性格。就像大家开玩笑说的一样，朝鲜足球如果踢不好的话，回去会被枪毙。那我们如果一场节目没有完美呈现的话，会遭到全国的口诛笔伐。所以大家考虑的都是如何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可是从来没有人在乎过那2个孩子的心理健康。而这个叫林妙可的小朋友，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在被诟病只会演戏，只会做作，
而没有真正的才华。我想这个完美主义的做法对于一个小朋友的成长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张艺谋的完美主义还有一个呈现方式，就是整齐划一。我看每一次奥运会开幕式举办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那个击否的画面，还有那个活字印刷的画面，就会在互联网上重新被观看无数次。所有人都在说超不过北京奥运会，因为你看看这2段视频里面，这个气势，这个整齐划一，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得到。说实话，那个击否儿歌的节目还是很震撼的。2008位解放军战士手拿着银光的鼓槌在击那个否，大家一边击打一边高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亦乐乎，乐乎”。这么个节目一出来，所有中国人骨子里面那个自豪的细胞都被激活了，所有人的泪腺也都崩溃了。这叫啥？这就叫感染力，一种很神奇的集体主义的感染力，一般人是扛不住的。但是这个集体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他错了呢？如果集体主义错了的话，个人在他面前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比如和击否儿歌非常相似的一个节目叫做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出来了一个和平的和，是所有的战士举着那个字的那个模型，然后把它举起来，然后落下去，造成一种高低错落的活字印刷的那么一个视觉效果。现在如果让我去回看这个节目的话，就有一种人工3D 技术的感觉，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人工智能了嘛。我之前也说过，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阶段就是我们负责人工，他负责智能。张艺谋的这个活字印刷的节目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子的，他负责智能这些个解放军战士负责人工。当然这个节目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个失误，在做那个盒子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字的模型并没有降下去，然后就有一个特别突兀的那么一个点在那里立着，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失误，因为你不智能不整齐最后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张艺谋本想去找到这个解放军战士，对他进行处分和惩罚，可是找到这个战士之后才知道当时表演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这个战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告诉记者说，他的这个方块字的这个笼子底下那个机械的部分有一颗螺丝掉了，然后他当时也很着急这个螺丝掉了，这个升降的这个机关不管用，怎么办呢？急中生智，为了把这个节目表演好，然后把自己的一根小拇手指头塞进了这个卡螺丝的这个眼里头，塞进去之后呢，忍着疼痛，这个战士完成了近1000个动作。记者当时所用的形容词是整个小拇手指头已经血肉模糊了。然后呢，张艺谋看到这个战士血肉模糊的这个情形，也没有对他进行处分。后来呢，据说还给了一个相应的表彰，也就是说没有太计较这一次失误。但是这一次失误却是一个非常大的污点，至少在张艺谋看来是一个不小的污点。关于这个手指头插进螺丝孔里面的事情，在网上现在也还能搜到新闻，而且针对这一件事情，在近期也被网友吵得不可开交。一派呢就是说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战士做这样的事情有点不计后果，万一手指头被截掉了怎么办？第二派呢就是说这是奉献这是我们解放军战士为我们呈现一场非常完美的表现和展示所做出的个人的奉献。可是这个奉献是什么呢？战争年代或者革命时期，每一个人所付出的那种奉献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等价交换，可以换来的是真金白银以及社会地位。可是在平庸的时代里面，我们所讲的这种奉献精神，实质上就跟你公司的老板告诉你你要懂得感恩是一个道理。了解了奉献精神背后的逻辑，我们就知道奉献精神实质上就是自愿。自愿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都做过值日生吧，都打扫过卫生吧，或者说买过卷子，参加过夏令营吧。从这个事情里面，也许可以反思一下什么叫做老师所说的那种自愿参加。你想想那个场景，老师说的意思就是我让你自愿，你胆敢不自愿？这下大家都明白自愿的意思了吧？自愿的意思就是通知，而不是商量。我讲的清楚了没？清楚吧？清楚。当这个集体主义发展到极致之后的必然结果，就是所有的个体都要被迫为集体而牺牲自己。所谓的宏大叙事，就是建立在漠视个体生命和财产上的。你想想那个把小手指插进螺丝孔的战士，像不像我们小时候在班级里面调皮捣蛋的自己？老师总会说一句话：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汤。或者你回答不上来问题的时候，老师就会训斥你，快点，别让全班同学都等你。其实集体主义这个事儿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有所传承的，传着传着呢，就变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比如说始皇帝的万里长城和隋炀帝的大运河都是这种文化基因里面的造物。就像我们现在提起来大运河和万里长城一样，我们依然会认为它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我们这个民族最能展示自身力量的2件东西。我记得中国的宇航员第一次上太空的时候，那个通稿里面写的就是
在太空里面看得最清楚的东西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可见这个万里长城的事儿对我们民族自豪感是有着非常强大的支撑的。而且我们现在一提到万里长城和大运河，就有点忍不住了，就有点民族自豪感爆棚，然后泪腺立马就要决堤的那种情况。可是我一直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对这种劳民伤财的物件这么感兴趣，这么感动。作家王朔对这个事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长城是什么？长城不就是专马的长点，马的多点吗？这有什么可稀奇的？这个孟姜女哭长城才是真正的民生啊！同理可知，张艺谋所做的这些开幕式上宏伟震撼的节目，不管是击否儿歌还是活字印刷，都超不出马长城的范畴。过去我们是把专马的长点，现在呢，我们是把人马的多点。可以提出一个合理想象，就是好在当年这个无人机的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如果无人机技术在2008年就很成熟的话，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发光的五环被吊起来，而是2008架无人机点上灯飞在空中，凑成了一个五环。而这个闪亮的五环也将成为当天晚上最具科技感、最具亮度的一个节目呈现。分析到这里，我们看这些所谓宏伟的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人呐。我们看不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能看到的只有一个个体面的壳，就是没有人啊，只有一个体面的壳啊。可是这个体面的壳呢，又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所组成的。说好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可是张艺谋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是同一个长城，同一个任务。说好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可是我们所做的就是更多、更大、更亮、更烧钱。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张艺谋这个精明已经用到了极致，把奥运会办出了一种净水坡街、黄土垫道的感觉。可是这里面真的有中国精神吗？我认为一点都没有。这里面有哪一个具体的人吗？他也没有。那么有一个问题，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表现人吗？他当然知道，因为他拍出过《活着》，就是余华的那本《活着》，张艺谋把它拍成了一部电影。不夸张的说，这一部电影如果在今天在全国去公映的话，1个月之内松松拿下100亿，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这么说并不是刻意的去夸大，因为这本《活着》的书本来销量就非常的好。据余华自己所说，他目前就是靠活着而活着，有那么庞大的图书销量，电影的票房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么问题又来了，奥运会究竟要通过具体的人去表现什么？当然是民族精神啊，革命的和奋斗的精神。活着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面对生活的所有勇气。可是呢，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只有宽袍大袖的古典中国人，而没有积极进取的现代中国人。有的只是巨物崇拜，苏联式的巨物崇拜；有的只是密集崇拜，秦始皇陵2号坑的那种密集崇拜。当然，我今天这期节目如果在目前的互联网形势之下发出来，肯定又会被冲击，又会被很多人在留言区里面去谩骂。但是我作为一个想做文化档节目的博主来说，还是想把一些文化上的思考告诉观众朋友们。最后说一点，北京奥运会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的一些积极意义。当年这个奥运会举办完之后，中国的经济事实上是有一个腾飞的效果，国外的中产阶级以及他们的领导政要到中国来游玩，来看到中国的一些发展的变化，才把我们的信息带到了全世界，才造就了我们世界工厂的地位。这种互相融合、互相交流的这种信任感，是我们目前所无法理解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奥运会就像一张名片，或者说一个表现自己的舞台一样，我们需要向全世界去呈现自己的发展成果。比如说开幕式中国队入场的时候，姚明领着一个孩子，亚洲最高的巨人领着亚洲的最矮的小英雄入场。这个林浩是在汶川地震里面，据说是背出了2个自己的同伴，成为最小的抗震小英雄。他当年只有5岁。这个林浩小朋友同姚明一起进场的时候，感动了在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全世界的人。他会后也接受了采访，还用英文向全世界去问好。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全世界孩子的脸在奥运会上去有一个呈现，56个民族的小孩扯着中国的国旗入场，也被大家津津乐道。我们用孩子的这种方式，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民族是有童心的，是愿意跟大家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起向前走。我们都知道，孩子是非常容易成为伙伴的，哪怕是语言不通，哪怕是家庭条件不一样，很快就能玩到一块去。这种像孩子一样的包容，在2008年是一个主旋律的表达，而且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对于中国的包容，也跟我们包容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看到中国有所变化，看到我们去接纳全世界的朋友和伙伴。相比
比之下，2004年的今天，奥运会已经变成了一场战争，变成了一场竞技体育场上的战争，也变成了互联网舆论场里面的一场战争。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要像孩子一样去包容整个世界。我们一直都在批评西方的白左以及他们所谓的政治正确，说他们包容多元，收集了很多变态的 LGBT 的内容，甚至还为他们操心，觉得这样子的内容会毁掉他们，毁掉他们的价值观，毁掉他们的价值体系。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因为这样的白左的观念，白左的包容、政治正确、多元等等这些东西，曾经也包容过我们的文化，也包容过我们的巨物崇拜和密集崇拜这样子的自以为很自豪的文化。那他们为什么要包容和多元呢？他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世界文明这个大团体当中，就像一个马戏团一样，要有核心的小丑当演员，当然也要有一些猴戏和小动物在那里表演一些杂耍，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虽然话不好听，可实质上就是这样子的。而且西方的白左和做政治正确的这些人，他们很清楚世界是靠什么推进的，而什么又是让世界能变得多元的。所以我做这档文化节目，最终想说的内容还是我们要了解真正的他们，也要深刻的反省自己。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一如既往的帮我点赞、留言、转发，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